大家好，我是李师傅，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制冷系统的循环流程。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以定频机氟利昂是222的为例来讲解。我们从压缩机开始看，压缩机做工，然后将氟利昂变成高温高压的气体。注意这个地方排出来的是气体，不是压缩成液体。这个地方这个点的温度呢大约在90度左右。然后往这边走，经过自动阀，自动阀在制冷状态下，线圈没有通电，里边的滑块默认是在这边，将这边两根管相连。所以说高温高压的气体经过自动阀的这一根管到了室外的冷凝器的这个点，那这个点跟压缩机的这个排气的温度基本上差不多，略有降低，大约在85到90度之间，还是高温高压的气体。经过冷凝器散热，这个地方是室外的冷凝器散热片，不断的往外吹风，把热量带走。然后呢，这个地方散热之后，它的液化点降低，所以说大约在70度以下，它就会变为液体啊。经过冷凝器之后呢，到了这个点，往外出的冷凝器的这个出口这个点呢，它就会变为低温高压的液体啊，低温高压的液体，它的温度大约在35度左右。在这个出点呢，温度大约在35度左右，它是液体的。然后这个点，然后我们再往边走，好，到了毛细管，毛细管之后呢，经过毛细管的节流降压，它变为低温低压的液体。在这个点，然后出来之后呢，是低温低压的液体，它的压力大约在0.45兆帕，也就是4.5公斤左右。那这个地方呢，然后我们这个温度呢，大约是在7度。所以说我们制冷的时候摸到那个细管，也就是这个地方摸到细管，然后是一个凉凉的细管。经过这一个是个单向阀涡轮管组这个地方，这是个单向阀。制冷的时候是这样走，它不会经过它的，它是往这边走，因为这边不好走，对吧？这边是毛细管，也是一个辅助毛细管，它会走比较通畅的地方，往这边走。制热的时候呢，它就相反了啊！制热的时候它就这是个单向的，不走了，它就这样。制热的时候毛细管长一点。是这个道理。好，继续往这边走，走到蒸发器的入口点啊，在这个点呢，大约它是7度左右。这边这个是我们的状态是低温低压的液体，经过毛细管节流之后，低温低压的液体，然后经过蒸发器，这个低温低压的液体由液体变为气体之后呢，要迅速吸热，然后我们风扇送出来的风呢，就变成了冷风。就完成了室内制冷的效果。然后经过它的这个蒸发器之后，到了这个蒸发器的出点呢，它就变成低温低压的气体，压力大约在0.45兆帕，1兆帕是10公斤，那0.45兆帕大约就是4.5公斤。然后通过3层阀，然后回到这个4层阀之后呢，回到压缩机的吸气口啊，在这个地方呢，它的温度大约是就是在从这个地方蒸发器出来之后到吸气的这一块温度大约在5到7度左右。这个气体回来之后有什么作用呢？它一方面可以给压缩机降温，因为这个温度比较低。另一方面呢，继续补充给压缩机氟利昂，让压缩机完成压缩，再往外排气。这个就是整个制冷系统的流程。刚才讲的这些压力以及它的气体液体的状态，书上其实都有，在前边这边有一个详细的讲解。看这边有这个制冷系统主要的位置压力和温度，大家可以去看看啊。